女佣穿着短裙给富豪擦浴缸，她越用力弯腰，短裙下的春光越一览无遗。男主人推门就看到这番美景，他看上了这位既有气质与身材又超棒的女佣。然而此时的妻子还怀着身孕。女佣阿珍曾是镇上一家小饭馆的服务员，工资勉强能裹住自己的日常开销。她和同事合住在一间小房子里，一起坐电动车上班。底层生活的人永远会对富人的生活感兴趣，而阿珍也不例外。她过够了这种苦日子，几经努力再找份工作。阿珍选择去一个富豪家里应聘保姆。女主人小慧已经怀有6个月的身孕了，她有一个大女儿在上学，而阿珍因为有幼儿教育证书，很快就应聘成功，进入富豪家里工作。没想到自己当了女佣，居然还会有一个很大的私人房间，这和之前的生活简直不能比。阿珍每天要按时准备饭菜，接送大女儿上下学，她对孩子照顾细致周到，本质原因是因为她也喜欢孩子。而在这里工作，阿珍也了解了有钱人家的生活，钱就是用来烧的，一顿饭需要准备满桌子的菜，如果有剩下的，阿珍便和管家的红姐一起分享。这样的生活是阿珍曾经可遇不可求的，现在刷牙都能开心的笑起来。这天晚上，男人郑宇下班回家，红姐带着阿珍来门口迎接。阿珍紧张到全程一直低着头，因为郑宇长得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他高大帅气，像是每个女人的梦中情人。一段时间过去，阿珍在这个家里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，可人的欲望很奇怪，她开始不愿满足现在的生活，甚至对男人郑宇动起了歪心思，经常趁他不注意偷瞄对方。这天晚上，阿珍正在擦洗浴缸，郑宇端着酒杯就进来了，便看到阿珍前凸后翘的身材展现在自己面前，他微微一笑，内心却早已不淡定了。再加上妻子又在怀孕时期，郑宇越发忍受不了孤独与寂寞。终于在这天晚上，他赤裸上半身来到阿珍的房间，并不让阿珍说话。阿珍紧张又茫然地看向他，很快两人就开始了地下情。也许是每次都抱着侥幸心理，阿珍以为只要自己隐藏得好，就不会被发现，于是每天依旧照常工作，没有一点心虚的表现。女佣在富豪家里工作，一不小心就把男主人勾引到了自己房间。可这一幕被管家红姐看到，她难以置信阿珍还有这种手段。不过想到最近阿珍喜欢打扮，每天上班都要涂抹口红，还和红姐抢着给男主人郑宇送饭，郑宇给了她张支票，算是对昨晚的感谢。阿珍为此心里很是难受，认为郑宇没有把自己当作活生生的人看。不过转头一想，两人本就是见不得光的关系，给钱补偿也算是情理之中，于是心里的阴霾烟消云散。阿珍因为很喜欢孩子，一直期待郑宇的妻子小慧平安生子。这次她怀的还是双胞胎，可是没多久，阿珍也怀了身孕。红姐旁敲侧击询问她干到什么时候，阿珍从没有产生过离开的念头。见这个女孩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红姐把她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小慧的母亲。小慧母亲绝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发生。隔天，阿珍踩着梯子擦拭2楼的灯，母亲见状假装要滑倒，用力将梯子扒倒。关键时刻，阿珍抓住了吊灯，整个人在上面荡秋千。即使红姐也赶来，他们却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。阿珍最后从上面掉下来，大家都吓坏了。红姐更没想到小慧的母亲如此残忍。好在阿珍并无大碍，只是有轻微的脑震荡，最大的幸运就是孩子没事。小慧得知真相后心生怨恨，她把阿珍当作热心的好女佣，对方却想取代自己的位置，甚至认为丈夫即使出轨也该找一个能比得过自己的人。事后小慧的妈妈贾星星送来了鲜花与钞票，此刻阿珍根本没意识到危险，真的以为就是一场意外。她出院回到家里，此时的郑宇已经出差，找不到人商量的阿珍决定提出辞职，因为肚子一旦大起来就不好隐藏了。其实小慧本想把她赶走，一了百了，母亲却认为这是一个隐患，想把阿珍肚子里的孩子拿掉。一番劝说下，让小慧起了杀心，她将阿珍叫到房间，狠狠打了几耳光。阿珍明白对方是知道自己和郑宇的事了，本就理亏的她任由小慧扇自己耳光。母亲站出来给她钱去打掉孩子，可阿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身怀6甲的女人正在教训怀孕的女佣，两人的孩子都是同一个男人的，男人趁妻子怀孕偷溜进女佣房间，才发展到现在的局面。小慧与母亲一直让女佣阿珍打掉孩子，阿珍不情愿，单纯的只是想让孩子陪着自己。小慧见他不听劝告，开始了一个恶毒的计划。此时管家红姐咒骂这对母女俩，认为他们心肠太狠了。而小慧的计划就是买来堕胎药，混在阿珍的调养中药里，她很快就住进医院等待生产。阿珍借此机会想要逃离，却被门外的保镖抓了进去，甚至拿走了她随身携带的手机。一直都看在眼里的管家红姐没有多说。很快，小慧顺利生产一对双胞胎，让家里到处洋溢着欢乐。晚上，郑宇回到家，
阿珍躺在浴缸里，郑宇却一脸厌烦，看着虚弱的阿珍，他转头就要去照顾自己的妻儿。昏迷的阿珍被小慧的母亲送进医院，收买医生强行给她堕胎。郑宇对此毫不在乎，毕竟金钱与地位就摆在那里。但小慧母子俩未免也太狠毒了。最后，郑宇还是选择默不作声。红姐得知后于心不忍，将真相告诉阿珍。阿珍决定复仇，她开始成为郑宇家中的噩梦。深夜，红姐故意将阿珍放进家里，阿珍直奔郑宇孩子的房间。郑宇看到后，连忙将孩子抱过来，而阿珍跑了出去。很快，红姐选择离职回家，这让郑宇与妻子很是头疼。此刻，阿珍突然出现在2楼，郑宇舔着脸要给阿珍钱以表补偿一下阿珍的仇恨达到顶峰，随后将准备好的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，直接从2楼一跃而下，并痛苦地点燃了自己。瞬间，整个屋子充满着焚烧尸体的味道，众人都吓坏了。最后，郑宇一家换了新的别墅，女佣和管家也是新的，他们仿佛忘记了阿珍的存在，只有大女儿若有所思，看着远处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所以人呀，别高估自己在对方的位置，世界离开谁都照样运转，珍惜生命才最重要。